早上好，是我，夏夜。我确实想请你帮忙调查一起凶杀案。死者是一名退役老兵亨利·肯德尔勋爵。1周前，他被发现从自家庄园的钟楼摔落湖中致死。警方一开始判定是自杀的，但我听了警探的描述，钟楼的栏杆做了加高。亨利在战场上受过伤，失去了一条腿，在没有任何协助的情况下很难翻越。这种可能性很高，但最近卡梅利亚警局业务繁忙，没有多余的警探协助我还没进行更深入的现场调查。好，你到卡梅利亚之后，再坐马车到金花茶庄园，我们到时候见。哦，我忘记介绍了，死者居住的庄园正好在我隔壁。对了，金花茶庄园没接电话线，我会跟管家交代好，到时他会告诉你怎么找我。伯爵大人今早直接去肯德尔庄园了。从您来的路回去，看到的第一个庄园就是。又死人了！在老爷坠楼的地方，我就说那块地方就该彻底驱邪。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了，我的老天！你想想，连死2个人，2个人都是有权有势的老爷，以后日子要怎么过呀？报警啊？还没有。艾莉诺小姐他们去墓地了，老夫人那儿不让任何人打扰。庄园里也没有电话，我得去邮局，那里可以报警。
我就知道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一定会看穿我的伪装。你在生气？那可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生气吗？社交礼仪？我记住了。拉钩？约好了，我再给你加一个保险。我以科威德家族的荣誉起誓，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担心。我想知道躺在这里濒死的亨利看到什么，听到什么，还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在想些什么。目前只在淤泥中发现了他。吊坠。如果这枚珍珠与凶手有关，没准可以帮我们缩小范围。对了，你一路赶来一定累坏了吧？我先带你去休息。而且，我也需要换身干净的衣服。等之后庄园的人都回来了，我们再开始正式调查。没关系，他应该没有我们快。等追上他，我会真诚道歉的。要不要喝点东西？来自西部边境线的饮品，掺一点玫瑰花露更好喝。来一杯。第一口，慢慢喝。过去的一些朋友送给我的。
他们永远留在那里了。关于亨利的案情，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？我在战区休养时跟亨利有过一面之缘。他虽然古板，但不像一个会自杀的人。差不多是8年前的事，当时距离战争结束还有2年。值不值得怀疑，要等到现场询问才清楚。目前具备作案时间的有4人：亨利的母亲肯德尔夫人，她身体不好，一直在家休息，不太见客。第2位是亨利的未婚妻埃莉诺小姐，他们在亨利上战场之前订婚了。接下来是格蕾斯护士，她是一位战争遗孀，亨利退役之后聘请了她来照料。最后一位是司机帕迪，他是一名反战人士，战前就在肯德尔庄园工作。园丁不住在庄园里，每天早上从村里到庄园工作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得在庄园里的人都回来之前再去现场调查一下。克维德伯爵大人，您可不能再跟我开玩笑了，我的心脏差点都要停了。对不起，我的搭档已经严厉斥责我了，我再郑重保证，不会有下一次。当我准备做出一些超出常规的行为时，一定提前告知。您一个伯爵大人竟然跟我道歉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现场我已经清理好了。哎，您上哪儿弄来那么多猪血啊？我当时都被血腥味熏懵了。这是我的秘密，马丁，这位小姐是我的搭档，能请你再讲一下案发现场的情况吗？那天早上，我从家里赶着马车到庄园里，刚准备拔花园里的杂草，结果闻到一股血腥味儿。我的老天！当时老爷躺在湖里，水都染成暗红色了。亨利的遗体在哪里？已经下葬了。老天在上，这是我见过最体面的葬礼了。来了不少军方的代表，他们都感激老爷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呢。那案发现场的照片拍下来了吗？您是说用那个会发光的机器咔嚓咔嚓拍下来的东西吗？啊，有的，都在警探那儿。好，我现在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您尽管吩咐。你带上这个，帮我从卡梅利亚警局把案发现场的照片取回来。好的，我马上去。这是用来纪念战争结束的话，同时也证明这个家里有人因为战争而死。不清楚，不过在这片土地上，几乎每个家庭都会送男丁参战。我听说亨利从军时带走了24个士兵，最终却只有他一个人回来。
战争太残酷了，不管过去多久，它带给人的创伤都不会彻底消失。没什么。瞧，我们第一个询问对象来了，看来暂时没时间上钟楼了。是我，你们是警探吗？可以这么说。关于亨利的死，我们有一些事情想问你。大家都说亨利是自杀的，你们为什么还要调查？你好像很希望亨利是自杀的。不，我只是不希望夫人伤心。战争爆发后，她受到的打击够多了。你们想问什么？他很有责任感，把庄园的荣誉看得很重。他总觉得自己要为所有人负责。你和亨利的感情怎么样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战前订了婚。后来战争爆发，亨利带着爱德华上了战场，他就接我过来陪夫人。他是亨利的弟弟。上战场后没多久，爱德华就牺牲了。肯德尔家族应该不需要所有人都上战场吧？是的，但亨利认为爱德华太不成熟了，坚持带他上战场历练。他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，调皮任性，经常作践别人。他死后，最疼他的夫人伤心欲绝，葬礼一结束，就把自己关进了房间。那肯德尔夫人会怨恨亨利的一意孤行，导致爱德华战死吗？不，她确实是亨利的妻，但夫人不会怨恨亨利，他们都是他的孩子。是吗？他出席亨利的葬礼了吗？夫人的身体状况不好，我们担心她悲伤过度，没让她出席。艾莉诺小姐，你手背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我倒水是不小心烫伤的。最近庄园有没有异常情况？异常情况？我好像经常听到格蕾丝与亨利争吵。不太清楚，只记得格蕾丝的丈夫也阵亡了。谢谢。现在可以带我们去见肯德尔夫人吗？夫人已经很久没有见客了。麻烦你通知她，我们是来调查他儿子的死因。这是公务，他不能拒绝见我们。那你们跟我来吧。
出去！滚出去！亨利是被战争害死的，凶手是战争！你们还是出去吧，医生说夫人不能受刺激。没人想要战争。最初大家自愿上战场的目的，只是为了守护与和平。可最后，战争还是残忍地夺走了一切，很可笑吧？既然肯德尔老夫人这里暂时没有线索，我们去找格里斯护士问问吧。我只是一个护士，知道的很有限。亨利回来之后，一直都是你在照顾，你应该是这个庄园最了解他近况的人。你认为以他目前的身体状况，能够翻越钟楼的栏杆吗？伯爵大人，我不是医生，这个问题您不该问我。好，换个问题。亨利是个容易照顾的病人吗？需要请一个护士专门照料的病人，肯定不容易照顾。尤其是他年纪轻轻就少了一条腿，还因为治疗不及时，留下了很多后遗症。他每天的心情都很不好，也不肯配合治疗，经常发脾气。习惯了。亨利不仅对我这样，也经常伤害主动来照看他的埃莉诺。我记得他坠楼前几天，还打翻开水烫伤了他。可以跟我们谈谈你的丈夫吗？我丈夫在亨利的鼓动下，跟他一起上战场，在战争结束前的1个月，死于流弹。你怨恨亨利吗？如果不是他动员你丈夫上战场，可能不会死。怨恨？亨利没有拿枪逼着他上战场，一切都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。我唯一怨恨亨利的地方，就是他不爱惜自己的生命。他不想当个残废活着，认为自己在战场上死掉更好。活着的人想死，死去的却活不过来。如果我的丈夫能活着回来，少一条腿又怎么样？至少他还活着。格雷斯护士，你有珍珠饰品吗？什么？就是女性的装饰物，项链、手镯，什么都可以。伯爵大人，我是一个需要赚钱养家的护士，珍珠首饰对我来说太昂贵了。埃莉诺小姐有一串珍珠项链，是她跟亨利订婚时收到的礼物，不过我从没见她戴过。至于老夫人，自从爱德华去世后，她
他就一直穿着丧服，很少见他戴珍珠配饰。不过爱德华小时候送他的珍珠耳环，他总是佩戴着。异常事件，我很多次看到埃莉诺小姐与庄园的司机帕迪私下接触。他们在密谋。伯爵大人，您一定还没成家吧？我的问题跟我有没有成家有关系吗？自从亨利回来之后，埃莉诺小姐遭了不少罪，只有见到帕迪才会露出笑脸。他们相爱了。是啊，也许他们的道德观并没有那么牢固。两位，如果没事，我先回去整理行李了，我得去我的下一个雇主家工作了。你什么时候走？最晚明天早上。哦，他去镇上买东西了，大概还要1个小时才能回来。先去钟楼看看吧。对不起，我走太快了。这是干什么？可是，哦。前面就快到了。我们用了半个小时才爬上来。是啊，就算他想要寻死，死亡的方式也有很多种。服毒，用最熟悉的枪在脑袋上来一下，很快就没有痛苦了。为什么？我不过是在陈述事实而已。看到我只是比划一下，也会让你担心吗？生命很沉重。不是，金花茶只是我小时候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庄园，战后我才搬到了这里。
他们在另一个更温暖的庄园里，每年我都会探望他们。不要担心，我的双亲对我很好，我们不常在一起，是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我一个人生活在金华茶庄园里，是因为这是一个让我感觉到安全的洞穴。我在这里度过称得上天真无邪的童年。以前我在这儿有一群伙伴。他们都留在了那边。别说我的事了。既然亨利是从这里坠楼的，我有预感我们会找到关键的线索。帕迪回来了，我们先去找他吧。帕迪先生，卡梅利亚警局派我们来调查亨利·坎德尔勋爵之死，希望你配合我们回答几个问题。没问题，不过我相信，亨利是自杀的。您见过哪个从战场上回来的人是没有受到创伤的？不管他们表面怎么样，内心总有一处被战争打穿的空洞。更何况是亨利这种自尊心很强的贵族，他怎么可能忍受自己失去一条腿？你好像很了解他。我承认，我跟亨利很投缘。他还在庄园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朋友。埃莉诺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对吧？爱德华死后，肯德尔夫人就闭门不出，庄园里的事情都需要埃莉诺拿主意。有时候是采购，有时候是去找医生。我是司机，久而久之，我们就熟悉了彼此。啊，你们见过她了吗？埃莉诺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，任何人跟她相处之后，都会轻易爱上她。爱不问缘由，尊贵的小姐。你难道不会觉得亨利是你和埃莉诺小姐之间的障碍吗？我们不会伤害亨利。为了不让他难过，埃莉诺甚至还没跟他提解除婚约的事。他将他当成自己的兄长来敬爱。他们订婚时，他还不知道爱情的滋味。亨利一直是个很善良的人，如果明白这一切，他一定会成全我们。但失去一条腿对他的打击太大了。埃莉诺不希望他更加痛苦。也许您说的对，不过亨利已经不在了。等守丧期结束，我会带着埃莉诺离开这里。既然你觉得他是自杀的，你认为他的身体状况能够越过钟楼的栏杆？当一个人真的想死，没有人可以阻拦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在肯德尔庄园期间有发现异常情况吗？
每一个贵族庄园，光鲜亮丽的表面之下，都装了许多肮脏的秘密。不过可惜，肯德尔庄园人丁稀少，没什么可供传播的谈资。唯一值得一提的，就是老夫人对小儿子的偏爱，她什么都依着这个任性的小孩。爱德华的死对他打击很大，从那以后，他好像很恨亨利，不见他，也不跟他说话。不过这很常见，不是吗？父母都会有自己偏心的孩子。还不能确定，希望马丁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。科维德伯爵大人，小姐，我回来了。这一路上真够呛的。我刚到警局，发现负责管档案的警探出任务去了。我就坐在那里等啊等，等啊等，等了都走了3拨人了，他还没回来。当时我就想啊，不行，我得直接去找他，不然今天肯定没法回来。我就牵着我的马去找他，谁知他的警车抛锚在路上，回不来。我就跟查理商量，让他把我们一块驮回警局。后来我就顺利拿到了照片，一口水都没喝就赶了回来。真是一匹好马。这就是现场照片。哎呀，真神奇啊！相片上的老爷那么安详，跟画的一样。那天，如果不是那股血腥味儿，我还以为他只是睡着了呢。我们再去钟楼看看吧。跳下去就解脱了。只要还活着，战场上的一切就永远跟着我。炮火、战壕、尖叫、伤口，还有死亡，一样都忘不掉。我虽然捡回了一条命，但我知道，我生命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那里，再也回不去了。也许只有死，才能把破碎的自己重新拼成一个完整的人。以前的我也这么想，因为只要活着，战场上惨烈的画面就会经常出现。我能理解亨利，对经历过残酷战场的人来说，活着反而是痛苦。可是，一死了之，就能得到安宁吗？先让我把话说完吧。你对6年前战争结束前的西部边境保卫战有印象吗？
保卫战过后，我们都以为战争快要结束了，大家都能回家。但没想到敌军发动了死亡攻击，战况十分惨烈，活着回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。但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。醒来的时候，战争已经结束了，周围一片死寂，苍蝇和乌鸦盘旋不去，天空却蓝得出奇。我当时想，为什么只有我活了下来？我的人生有什么比别人更重要的使命吗？难道那些死在我身边的人都没有自己的使命吗？刚刚我不是故意那样的，我只是控制不住自己。那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保证，下次尽量不让你受惊吓。我认为，亨利是自杀的。但他的身体状况不足以让他完成自杀。利益、仇恨、和爱，我们总能找到原因。最先可以排除埃莉诺和帕迪。亨利身为埃莉诺的未婚夫，确实是他和帕迪之间的绊脚石。但如果他们想要相守，完全可以离开，没必要非让亨利死亡。还记得那颗珍珠吗？这颗珍珠十分圆润，在阳光下光彩夺目，一眼就能看出价值不菲。我想，我们有必要再去见见他。你们是调查亨利之死的侦探。我说过，没有凶手，唯一的凶手是战争。如果追根究底，我认同您的看法。战争才是导致这一系列悲剧的源头。既然如此，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？我只是来确认一点，
是您协助亨利自杀的吧？你以为我对爱德华偏爱到可以杀掉自己另外一个儿子？我不认为您是因为怨恨亨利才动手的，也许恰恰是因为您所认为的爱。肯德尔家族人丁稀薄，亨利是您的长子，他一出生就被寄予厚望，您跟他相处的时间应该不长吧？从他降临到世界上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明白，他不可能是只属于我的孩子。他是肯德尔勋爵的继承人，要对家族、对庄园、对头衔负责。亨利一直是个优秀的孩子，但我们之间缺少母子之间的温情。我不能一看到他从马背上摔下来，就吓得惊慌失措。未来的肯德尔勋爵不能被这点小事难住。我以为是这样，在亨利面前，我压抑了一个母亲的爱。后来，爱德华出生，我的情感有了可以寄托的对象，我很乐意远离亨利。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，越来越淡，最后，他继承了爵位，成了新的肯德尔勋爵。如果没有战争，我们大概就会这样度过一生。可是，战争带走了爱德华，他死后，我只剩下了亨利，我唯一的、最初的孩子。我怎么会恨他呢？我怨恨自己的软弱，怨恨肯德尔家族的残酷，怨恨战争的惨烈，也绝不会怨恨他。亨利很骄傲，他从小就被教育成为一个骄傲的人。失去一条腿对他的打击很大，他变得怨天尤人，很难相处。尤其是对埃莉诺，他动不动就口出恶言，让这个可怜的孩子经常以泪洗面。我知道，每到晴朗的夜晚，亨利就会拄着拐杖爬上钟楼。他小时候每次心情不好，都会一个人爬上钟楼散心。爱德华也会偷偷跟他一起。那是他们的秘密基地，也是避风港。为了防止他们掉下去，我特意让人加高了围栏。爱德华牺牲之后，我经常失眠。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，通过庄园的每一块石头，传到我耳中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跟了上去，看到亨利正在艰难地翻过栏杆，我过去把他拉了下来。20多年来，亨利第一次扑到我怀里痛哭，他哭得那么伤心，让我想起了他刚学会走路的时候。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，我不想再失去另一个。但亨利很固执，他一心想死，我只能满足他的心愿。
不可能。亨利一心求死，我只是满足他的愿望。威廉，今年的花园有点杂乱，再补种一点金花茶吧。战争已经结束，我可不希望我的客人以为我住在一座光秃秃的庄园里。是，长官。不，我是说，好的，伯爵大人。还是按习惯叫我长官吧。是。你在肯德尔夫人面前说的那番话，也是说给我听的，对吗？原来我一次又一次用这种方式查案，是在寻找活下去的方式。谢谢你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从第一次见到你时，我就觉得你很特别。你不怕我，对我异于常人的行为也都包容和接受。我当时想，如果是你，我或许可以没有负担地活下去。事实证明，我的判断是正确的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战争，但也不会再颓废下去了。既然我活了下来，那我一定要好好的度过此生。如果以后有案子，还可以请你帮忙吗？我送你，不过送你到家之前，可以赏光让我先请你吃一顿饭吗？你决定。我已经好久没去城里吃饭了，也不知道战前的餐馆还在不在。如果还有时间，我们可以再去看一场戏，剧院应该也有新戏在演。也好，那明天我去接你看戏。没关系，我可以住在城里。科维德家族城里也有不少房产。我记得在你书店附近好像就有一套，这样我还能找你一起吃早餐。一直去找你，会觉得烦吗？好，那就这么决定了。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。卡梅利亚关于我的留言不少。科维德伯爵性格孤僻，一意孤行，做事全凭一时兴起，破案手法怪异，全然不像一个正常人。这样的话我听过太多遍。
早已习以为常，直到一个人出现。他从不相信传言，只相信亲眼所见，亲身体会。他理解我每一次超出常规的行为，也会在我将要越界之前及时拦下，甚至因此对我发脾气。当然，他生气的样子也很动人。我们一起破了许多案子，如今报纸总将我们并列提及。我承认，看到我们的名字被放在一起，我很高兴。最近，我发觉自己越来越离不开他了。我不想只做他破案时的伙伴，我想，这香气是他。我想名正言顺地走进他的生活，与他一同吃早餐、午餐和晚餐。可如果直接告诉他，会不会太唐突？万一他只当我是一个普通的搭档，我不愿因自己的感情使他为难，从而失去他。说真是如此，我宁愿将这份爱意永远埋藏心里。我该怎么办？亲爱的，你的心意是否也如我一样？起初我并未认出你，但我们共处了那么久，彼此早已足够熟悉，你瞒不了太久的。只是哪怕是大名鼎鼎的侦探伯爵，也终究难以推理出心上人的心思。不必急于现在给我答案，金花茶庄园的花都已盛开，那片金色的花海正等着懂得欣赏它的人。明天早上我去书店接你，无论你给出怎样的答案，我永远都是你最忠诚的朋友。